大家好，老一辈常说隔夜茶不能喝，包括茶领域的一些所谓的专家也说隔夜茶会滋生细菌，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我就纳闷了，早上泡的茶下午能喝，下午泡的茶第二天怎么就不能喝了呢？难道茶叶能够自动识别白天和晚上吗？所以这里为了避免歧义，我将隔夜茶分为茶叶隔夜和茶汤隔夜两种情况，分别做了一个小试验。第一种情况，茶叶隔夜，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这个盖碗中呢是我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冲泡了3道的凤凰单丛，这个盖碗中呢是我新取的茶叶，同样冲泡了3道。可以看到叶底经过了18个小时的静置，表面的茶叶已经氧化，然后现在同时给这2个盖碗冲水，看冲出来的茶汤有什么区别。可以看到茶叶隔夜的这边冲泡的第一道茶汤颜色较深，且略显浑浊，不够透亮，然后我们再冲第2道。第2泡的颜色则浅了很多，偏向橘黄色，和正常新泡的凤凰单丛相比呢，颜色没差多少，但没有新泡的茶汤那么透亮。除此之外，隔夜的凤凰单丛要比新泡的香气弱很多，滋味也会淡一些，还有一些发酸。从叶底来看，隔夜茶的叶底偏黄，而新泡的呢则偏向青绿，这主要是由于物质氧化形成了茶褐素。虽然茶叶已经被氧化，但是冲泡以后呢还是不影响喝的，只是滋味没有那么好了。第一道茶汤呢尽量不要喝。第2种情况，茶汤隔夜，这是一杯昨天泡好的凤凰单丛的茶汤，一般像这种情况它已经放了1个晚上了，那就不要再喝了，因为经过了10几个小时以后，茶汤的表面可能会落灰，然后会在杯壁上面形成茶垢，这种情况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卫生的。但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隔夜的茶汤都不能喝，比如说冷泡茶，这类茶汤往往需要在冰箱进行隔夜冷藏，这样饮用的风味更佳。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换一个思维方式，现在商店中呢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瓶装茶饮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原叶茶，并且保质期基本上都有1年。如果按照隔夜茶有害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些瓶装茶饮料还能够喝吗？许多健康领域的学者也曾经讲过，隔夜茶可以喝，只是里面的营养物质打了折扣，茶里面的茶多酚、氨基酸等物质会随着茶叶暴露在空气中而逐渐氧化，对人体有益的部分自然就减少了。所以结果很明显，隔夜茶能不能喝并不取决于它放置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它有没有变质，有没有受到污染。老一辈常说隔夜菜不能吃，隔夜茶不能喝，是取决于他们当时恶劣的成长环境来说的。那时候的存放环境没有现在干净卫生，如果把泡过的茶放在桌子上，那么晚上就可能会有蟑螂啊等虫子爬过，再加上滋生细菌，第2天再喝的话就可能会肠胃不适，甚至拉肚子，以至于他们觉得隔夜茶不能喝。但是用现在思维去思考，就可以发现以前的一些说法放到现在就已经是不正确或者是不适用了。以后我们可以将隔夜茶不能喝换成变质茶不能喝，不要再让错误的观点去误导别人了。今天视频就说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今天视频的话，请给我点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